我自小身段丰满，太子恼我妖娆勾人，不堪为储妃。作为惩罚，给我灌下了春日欢，要我生生熬过这百爪挠心的痛苦。可他不知道，他走后，我问不及女色的摄政王要不要和我一起做坏事。他勾勾唇角，有多坏？我咽了咽口水，就是坏到底的那种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好热，热得我想哭。刚刚灌下的春日欢好像化作了一股岩浆，在我的血管里四处奔涌，却找不到出口，只能紧紧攥着魏琛略带凉意的袍角，哀哀欲泣，心口也胀得厉害。我想要解药，太子却不为所动。阿武，不要怪姑心狠，看看你这副惹火的模样，简直有辱斯文。说完，他厌恶地抽出那截暗纹拂金蟒袍。我委屈极了，明明是他蛮横无理，给我灌下了虎狼药。魏琛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讥诮地扯扯嘴角。若是那贞洁静雅的女子，就算喝了虎狼药，也是一样的矜持端庄。阿武，熬过去，证明给姑看，你也是一个贞洁静雅的女子。我怔怔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难受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自小气血充盈，体态娇憨，阿兄也从来不在吃饭这件事上约束我。那时他带我参加宫宴，小小的梅花糕半口就吃完了，我没管住嘴，找了个年纪最小的男孩，贪了他桌案前的糕点。谁知那人是太子殿下魏琛，众人哭笑不得，阿兄连连赔罪，魏琛却一点也没生气。他说我长得好看，吃起糕点的模样也好看，我开心极了。他告诉我东宫有全京城最香甜软糯的糕点，我若是喜欢，将来便住进来，别走了。我以为魏琛是喜欢我的，所以阿兄去镇守漠北的时候，我一个人留在了京城，留在了魏琛的身边。他带我出入一场又一场的宴会，好像是想要告诉所有人，薛武是魏琛的心上人，是将来入主东宫的储妃。及笄之后，我的身段更加凹凸有致，与京城的瘦美人截然不同。可是落在我腰肢上、胸脯上的目光越来越多，魏琛唇角的笑意也越来越淡。那日我在马球会上大放异彩，高兴地给魏琛看夺得的头彩，却不知自己气喘吁吁、香汗淋漓的模样，晃了新科世子的神，刺了当朝太子的眼。魏琛怒气冲冲地打落我手中的赤金类丝凤钗，带我回了太子府，斥责我举止轻浮。作为惩罚，一杯春日欢灌进了我的喉管后，拂袖而去。这种宫廷秘药发作起来一次比一次厉害，疏解的方式也一次比一次羞人。此刻我热得晕头转向，耳鸣不止，被烈火折磨得几乎要失去神智，双眼紧闭，贴在地面上本能地抓住一切冰凉，以毫无尊严的姿态去抵抗痛苦，却始终不得其法，只能死死咬住下唇，避免自己发出奇怪的声音。突然，一道炫目的光射了进来，书房的门打开了，我抬头望去，光影中那人俊美无愁，雍容清贵，那是魏琛的小皇叔摄政王魏无伤，习武之人，体格高大健硕，腰腹看起来也很有劲儿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摇了摇脑袋，试图拉回一丝清明，可脑海中的邪念像野草一样疯长。魏无伤屈指在我额前一探，变了脸色，正欲起身，可我不肯错失这一丝凉意，双臂却像藤蔓一样缠了上去，火热的鼻息喷洒在方寸之间。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颤声问魏无伤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做坏事？不近女色的摄政王眸色一暗，喉结轻轻滚了滚，反问有多坏？就是坏到底的那种坏。咫尺之间，心口被挤得圆润饱满，白得晃眼。他的呼吸越发粗重，我好像比刚才更热了。魏无伤哑声问，太子知道你这么不乖吗？那就不要让他知道。语毕，我飞快直起腰身，柔软的唇瓣堵了上去。魏无伤瞳孔骤缩，一动不动，耳畔仿佛有烟花炸裂。是魏琛放出了我心中的猛虎，却要他忍饥挨饿。现在他饿疯了，冲下了山，见谁咬谁，可怨不得旁人。想到这里，
我下嘴更凶狠了。男人吃痛，眸光一凛，堂堂北周的摄政王被一个小姑娘强占便宜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很快，我被他翻身压到了太子的书案上，怒气升腾下，他反客为主。魏无伤的嘴儿很有劲儿，每一下都吻得又深又长，还带着隐隐的兴奋。不过几个来回便打通了关窍，胡茬磨得我的脖子又痒又疼。燎原的大火在这场隐秘的亲吻中渐渐平息，药效退去，理智回笼。我在魏无伤身下喘匀了气，可他却食髓知味，我心中隐隐作怕，斟酌地开口：“魏无伤，你能不能先从我身上起来？”他身形一僵，抬头，眼眸黑得吓人。不是坏到底吗？尾音上扬，心慌得不行。想起方才意乱情迷之下的胡言乱语，我羞得满面通红，慌乱地从他身下抽出身来。王爷，方才是我失礼了。魏无伤的拇指抹掉唇角的血珠，冷嗤一声，轻飘飘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。我急得想哭，摸了摸荷包，更着急了，商量着开口：“王爷，我今天没带钱。”魏无伤的脸黑了，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玄色蟒袍和白玉扳指后，问：“本王看起来很穷酸吗？”我疯狂摇头：“就是你总不能让人白白用了。”他额角的青筋狠狠地跳了一下，我更怕了。王爷，我回府就让人给你送银票来。说完什么也顾不得，只想保住小命，飞似的逃回了将军府。女医是面色凝重地搭上我的腕子，摇了摇头：“小姐，唯一的解药便是肾源之气，若没有解药，可能熬过去，难，多数人熬不过去，最终如枯叶一般香消玉殒。也就是说，今天魏无伤只是帮我暂时压制了春日欢的毒性，下一次发作时，我又该怎么办？魏琛这个混蛋，他想害死我。”忽然，门外传来一声高喊：“小姐，太子来了！”魏琛一脸傲慢地走了进来。今日箍在气头上，下手失了些分寸，阿武不要放在心上。说完顿了顿，不过你能熬过去，倒真有几分气节。我简直要气笑了。今日马球会上，我自认没有半分逾矩。你既然不忿那些男人看我的眼神，怎么不去找他们的麻烦，反倒来寻我的晦气？魏琛烦躁地皱眉。他们终究没有对你如何，若是因为这点小事寒了世家新贵的心，岂不是有损东宫的贤名？我冷笑一声：“小事？所以我今日所受的折辱，就是因为这一件小事。我是太子，要以大局为重，况且终究是你不检点。”说着，从袖中抽出一段雪白的布料。罢了，这云雪纱算是姑给你赔罪了。我没看懂，这点布料裁成帕子太多，制成新衣又不够。他睨了我一眼：“女子以纤弱端庄为美，你身形太过妖娆，不成体统。今后你随我出入内外，必须用云雪纱包裹，约束形体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不着痕迹地打量着我，这种目光我在马球会上见过。下次若是难熬，本太子可以屈尊帮你疏解一二。这副清高孤傲的模样，仿佛是给予了某种天大的恩赐。我只觉得恶心，就因为我家世不显，就可以随意舍辱吗？我站在原地不肯接受。阿武，不要挑战姑的耐心。魏琛的语气中是满满的警告。我缓缓抬头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不要。”声音很轻，却很坚定，像一颗小小的钉子破纸而出。啪！自竿下剑，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我的脸上。我跌坐在地上，攥住衣裙，死死忍住漾在眼眶中的泪水。你就这么想让别人瞧姑的笑话？若你像东阁大学士之女一般高贵清雅，又怎么会有男人敢亵渎你？又哪里用得上云雪纱？真是白费姑的良苦用心。既然你冥顽不灵，从今往后不必肖想储妃之位了。东阁大学士之女，冷如霜，清冷出尘，不染尘埃，名声确实比我好得多。可是我还是有点想哭，不是因为做不成太子妃，而是这个耳光很痛，我不能打回去。还有，我想阿兄了。好在我已经不喜欢东宫的糕点了。
只要买2个漂亮的小官结了春日欢，便可以去漠北了。男人口中的贞洁没有女人的性命重要。第二天，我带上梳妆八宝盒去了当铺，刚刚收好银票，腰肢就被臂弯捞上了马车。魏无伤端着茶，轻轻抿了一口。小姑娘，你这是要带上盘缠逃跑吗？我心里一惊，想起欠他的钱，连忙把荷包打开，哗啦哗啦数了半叠，小心翼翼地递到他面前。王爷，你看这些够吗？魏无伤嘴角抽搐了一下，看着他俊美英气的眉眼，我忍痛添了5张。他嗤笑一声，并不松口。我红着眼又抽了3张。此刻体内突然涌出一股热意，我心里有些不安，可是魏无伤还是无动于衷。我又急又气，脱口而出，剩下的真的不能给你，没有2000两，那个最漂亮的小官今晚就要去伺候守寡的京城女首富了。他的眼眸像是淬了冰。小官？对啊，本来是2个，线下银子不够，只好先买1个应急。他瞪大了双眼，你还打算买2个？我老老实实把春日欢的事情给他说了，只盼他能明白我手头有多紧，每1文钱都要花在刀刃上，而那个小官就是刀刃，千万别逼我现在还钱，拜托了。听完后，他脸色缓了缓，我松了一口气，起身就要走。他扣住了我的腕子，本王可以。我当然知道他长得好看，又有劲儿，比小官强了不知多少倍。可是你太贵了，我没有那么多银子。魏无伤咬牙切齿地吐出3个字，不要钱，只是你不许找别人。我心里一喜，你是说你可以给我白？那个字还没有说出口，就被他夺走了呼吸。这一下犹如火星燎原。魏无伤单手抱着我坐在马车里，就是不动作。我难受的在他怀里蹭来蹭去。他哑着嗓子说，这里不行。我的天塌了，急得要哭。不行你点什么火？这不是瞎耽误事儿吗？我抚在他的肩头，似呜咽似鼓舞，你都没试试，怎么知道自己不行？魏无伤沉默良久后，他一字一句道，姑娘，你死定了。说着又凶狠地吻了下来，指尖灵活地挑开了我的衣襟。忽然马车外传来一声高喊，皇叔，你在里面吗？我心一紧，是魏琛。魏无伤眼眸倏然一冷，在帘子被掀开的瞬间，挥起衣袖把我拢在怀里。我下意识要回头，他的5指扣住了我的后脑，按向他的胸膛。好硬。皇叔，我想要娶冷如霜为太子妃。四目相对，空气有了一瞬间的凝滞。出去！男人的声音寒冷彻骨。魏琛再傻也知道自己耽误了皇叔的好事儿，摸摸鼻子退了出去。只看那一截白嫩的香肩，便知皇叔怀中的女人身段如水。微风吹起帘子的一角，他又忍不住偷瞧了一眼。皇叔正托抱着美人，又是哄又是亲，吻得难分难舍。汗湿的青丝和小衣系带纠缠在一起，皮肉白得像血扑似的，软嫩饱满，勾得他小腹一热。不知怎么，他想起了薛武，那个女孩太招眼了，实在可恨。罢了，看在相识多年的份上，将来居在东宫做个妾也就算了，到时候一定要把她压在榻上，狠狠疼上一番，挫挫她的锐气。此刻车夫只恨不得自己是个聋子，手中的马鞭抽得飞快，看到王府的匾额，几乎要喜极而泣。魏无伤用披风将我裹得严严实实，横抱在怀里。他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卧房。我从披风里探出头来，只见男人慢条斯理地脱掉朝服，窄腰上只松松搭着一条月白色的寝裤，再往下是健硕有力的双腿。他屈膝上榻，抽掉了我身上的披风。我还来不及细看关键的地方，就朝里侧滚去。魏无伤长臂一挥，5指贴上，收紧，把我捞回他怀里，拇指抬起我的下巴，柔声说道，姑娘，我再和你说一遍，找了我就不许找别人了。我的睫毛颤了颤，心里有些犹豫。可是要是不行怎么办？没有可是，本王不吃家生饭，也绝不会让你吃家生饭。
说到后面，他声音越来越哑，刚刚来不及细看的地方渐渐苏醒，张牙舞爪地叫嚣着，心里的犹豫烟消云散。我乖乖闭上了眼睛，得到默认后，魏无伤低头吻上我的耳珠，湿热的呼吸一股股地往我耳朵里面灌。他的反应很大，我紧张地向后缩，脚尖绷得很直，只怕腹不平，容不下。他扣住了我的腰，蛊惑道：“你若不愿，我真的会走，别怕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然后他把我的手定在头顶，耳鬓厮磨，一点一点击溃防线。在晕头转向、生不如死之际，他一个俯冲，我懵了，那声尖叫就卡在喉咙里，上不来，下不去，直愣愣地看着头顶的紧张，瞳孔没有任何反应。他克制着不动作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脸：“姑娘，回神。”良久，那声尖叫化作哀哀的呜咽，可落在魏无伤的耳中，却变成了冲锋的号角。我抱着他的脖子，声音颠簸不断，从魏无伤到无伤到魏郎，怎么哭，怎么求都没用。他发了狠，次次坏到了底。最后几下，我几乎要晕死过去。魏无伤仰起头，蓄在下颌的汗珠啪嗒一声砸落到我身上，一声闷哼从男人的喉咙里泄了出来，压抑又畅快。我躺在他的臂弯里，慢慢平息余韵。男人握住我的手，放到唇边轻轻吻了一下，支着脑袋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刮蹭着我的脖颈。天光熹微，发廊座中发出了清脆的声响。我撑着手肘要起身，被他拦了下来。坚实的肌肉像一座座绵延的小山，明晃晃地堵在面前。我眼神飘忽了一下，小声地说：“我现在不热了，谢谢你。”魏无伤摁住我的肩，再一次压了下去，轻声又哄：“好姑娘，这毒一次是解不干净的。可是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难受了。”他抬起眼眸，笑得又坏又好看。这样呢？还不难受吗？还是要这样？我震惊不已。堂堂摄政王竟然如此无赖！我哭骂道：“魏无伤，你下流！”他的声音沙哑又温柔：“阿武，这回你就当疼疼我。”我好难受。指甲嵌入他的背肌，我一声一声唤着他的名字。魏无伤倾下身，吻上我湿漉漉的额角，温柔一笑：“阿武，你应当要唤我魏郎。”呼吸交缠，玉钩轻摇，紧张内低气不绝。天色大亮，我无精打采地靠坐在床头，魏无伤蹲下身，轻手轻脚地帮我套上鞋袜。我真的好累，也就随他摆弄了。穿好后，他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：“阿武，做我的王妃好吗？”我一激灵，挺直了腰板，困意消散得无影无踪，结结巴巴地开口：“一定要吗？”魏无伤微微一愣：“阿武在害怕？”我克制住颤抖的身体，反问：“我不该怕吗？”他是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我只是普普通通的官家小姐。哥哥远在漠北，一个人在京中无依无靠，上位者的一句话便可以决定我的生死。从前的太子魏琛是这样，现在的摄政王魏无伤也是这样。我沮丧地低下了头，他抬手别起我耳边漏下的碎发，眼中的柔情几乎要溢出来。在无伤这里，阿武不需要害怕，只要告诉我你愿不愿意。我揪着帕子，鼓足勇气和他对视。我可以不愿意吗？他的手指轻拂过我的脸颊，良久，缓慢地吐出一句：“可以。”他站了起来，认真地开口：“如果有一天阿武改变了心意，一定记得告诉我。”在回城的路上，马车里安静得不像话，将军府越来越近，最终我还是决定说出实情。魏无伤，我就要去漠北找我哥哥了。他眼中闪过一丝讶异：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不回来了。”他微微一愣：“为何？可是无伤那里做得不好，让阿武受了委屈。”我摇了摇头，低声说道：“不是因为在漠北，我是个好姑娘。哥哥说漠北的天很蓝，云很低，那里的女子如风般自由，没有人在意她们的身形是否端庄，夫婿是否上进，儿女是否出息，
只要他能在飞驰的骏马上开弓，铮然射中靶心，亦或是归家时能甩开缰绳，和众人围着篝火豪饮欢笑，那么她就是个顶顶好的姑娘。可是，在京城这座富贵温柔乡中，我做不成男人口中高贵清雅的女子。我的名声并不好，马球会之后只会更差。就算魏无伤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最后也总会明白，我不适合做摄政王妃。我忍住不去看他的眼睛，跳下了马车。刚一进门，就看到所有的家丁侍女战战兢兢地跪在院子中央。我心里一沉，疾步向内走去。满地都是摔碎的茶壶杯盏。魏琛坐在首位上，浑身散发着森冷之气。看到我后，冷笑一声：“阿武今日是从哪张床上爬起来的？让姑猜猜，是英国公的世子，是镇南侯的堂弟，还是安乐伯的小舅子，亦或者是辛克探花郎？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向我逼近，面目狰狞，犹如恶鬼。惊惧之下，我本能的后退，却被他一把攥住发髻，鼻尖相抵。他眼尖地扫到了我脖颈上的红痕，飞快扯开领口，确认无误后，怒极反笑：“好极了，看来是上次的耳光不够重，没改掉阿武水性杨花的毛病。”说着又一次扬起了巴掌：“姑今天一定要教会你！”避无可避，心头涌上一阵绝望。我闭上了眼睛，打算生生受了这一巴掌。忽然头皮一松，魏无伤扣住了他的手腕，高大的身影挡在了我面前，将我拢在阴影里。他一字一句地问道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”“皇叔，我要杀了这个不知廉耻的贱。”上一句。魏无伤提高了音量。面对喷薄而出的怒意，魏琛一时愣了神。魏无伤气愤地把人推倒在茶桌上，几近失控地质问：“你居然打了他？你怎么能打他？”魏无伤一想到那个眼中盛满了失望，低头说要去漠北，只为当个好姑娘的女孩被人裹掌，心里就冒出一股无名火。魏琛回过味来，激动地喊道：“皇叔，是你碰了他？是我又如何？”魏琛咆哮道：“他是我的，你怎么能碰他？”魏无伤讥讽一笑：“你的吗？那冷如霜又怎么解释？”太子一时哑然。魏无伤挥拳将他打翻在地，不等魏琛吐出一颗混着血的牙，银丝云纹靴就狠狠地踩上他的胸膛，骨节分明的手揪住魏琛的领口，毫不掩饰的傲慢和轻蔑：“身为储君，竟然欺侮妇孺，你可真是我魏氏皇族的好儿孙。”接着他压低了声音，说出了诛心之言：“再有一次，这个太子之位，本王不介意换个人做做。”魏琛惊惧地抬起了双眼。魏无伤自顾自地起身，吩咐道：“来人，送太子回府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许踏入将军府一步。”没一会儿，人就退得干干净净，屋内只剩下我和他。魏无伤下颌紧绷，一言不发。我默默地在他的手背关节处涂上药膏，想起方才的情景，眼眶中慢慢蓄起了雾气。他嗒，一颗泪砸落到他的手背上。魏无伤好像被烫了一下，缩回了手。他缓了缓脸色，温声安抚：“我只是有点生气，阿武不要害怕。”他的拇指轻轻抹掉我眼角的泪水，捧住我的脸颊，问：“还疼吗？”我飞快摇了摇头，早就不疼了。他将我扯进怀里，搂得死紧，口中一遍遍呢喃着：“姑娘，姑娘，我的好姑娘。”那天他没有开口说一句留下。之后的几天，魏无伤一直在帮我置办沿途行装，衣食住行样样俱全，人也越加越多。魏无伤真的不需要了，再买下去，我和侍女只能坐车顶了。他若有所思，我以为他听进去了，结果下一刻，可要备上7、8辆大些的马车？当然不要。我连忙岔开话题，借口说饿了。饿了，这家茶肆的糕点不错，你要是喜欢，多买上些带走。算了，我直接去问问掌柜，厨子卖不卖，和你一起走，你还能吃上热乎的。我哭笑不得，你比我的嬷嬷还啰嗦。他脸色一红，我只怕阿武路上不舒坦。我微微一笑，只觉得手中的糕点格外的甜。忽然，隔间传来一阵调笑：“你们听说了吗？
薛小姐被太子厌弃后，竟要去漠北。果真，此等尤物，今后若不能相见，真是一大憾事。那日马球会，你们可都瞧见了？则到底是东宫的风水养人，那几个愣头青也不顾及这点太子，眼睛都看直了。如此娇嫩的物石，若是能握在掌中盘上一盘，死了也甘心。哈哈哈哈！让摄政王知道，非扒了你的狗皮！突然，外头的议论声戛然而止。透过半开的雕花木门，依稀看到一双惊惧的眼睛，几人被堵了嘴，悄无声息地拖走了。我只觉得羞愤交加，死死咬住下唇。如此难堪的议论，我最不愿让魏无伤听到。偏偏他耳力极佳，厢房内只余下他粗重的呼吸和破腔而出的狂怒。我抬起低垂的眼睫，带着自己都厌恶的怯懦。魏无伤，你可是在生我的气？魏无伤慢慢蹲下身，握住我颤抖的指尖，怒意慢慢消散，柔声问我为什么要生阿武的气？因为我连累你也被人议论。这些话我从前也听过，事后便是面对魏琛的雷霆震怒。魏无伤反问，若今日被人非议的是我，阿武可会觉得是我连累了你，让你蒙羞？我猛然抬眼，撞进他清澈坦荡的眼底，几乎脱口而出，我怎会如此？那阿武凭什么认为我就是这样不堪的人呢？我一时哑然。他认真地说，阿武应当要为刚才的话向我道歉，因为你不仅轻视了我的心意，也轻视了我这个人。我沮丧地低下了头，闷闷道，对不起。话音未落，整个人被一股令人心安的暖意揉进了他宽阔温暖的胸膛。出发在即，为了避免听到些闲言碎语给自己添堵，我几乎整日都待在将军府，闭门不出。魏无伤一下朝会就会过来陪我用午膳。这天我正在整理四季的衣衫，却看到一旁的侍女眉毛都揪到了一起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我心下不耐，直接发问，有话直说，做什么吞吞吐吐的？在我的再三逼问下，侍女说出了实情。小姐，这几日外头都在传摄政王对您求而不得，一怒之下收拾了许多王孙贵族，连太子都不放在眼里。有御史连上3封书奏，弹劾摄政王嚣张跋扈，目无法纪，狼子野心，甚至还有流言说摄政王有不臣之心。我的耳边嗡嗡作响，小丫鬟后面的话仿佛隔着水传来，模糊不清。魏无伤，他是要用这滔天的罪名来彻底淹没取代那些加诸于我身上的流言。他那样一个手握乾坤的人，竟为了我将自己生生拽入泥潭。可是我马上就要离开京城了，而魏无伤还要留在这权力的漩涡中心。他有他的抱负，他的责任，他那世人仰望的锦绣前程。为了一个即将离开，甚至可能此生不复相见的人，他把自己置于所有世家权贵的对立面，亲手点燃足以焚毁他半生功业的烈火。这值得吗？史书工笔，何其冰冷严酷！一个真字足以碾碎一个女子的一生，而一个忠字同样能轻易将男子钉死在耻辱柱上。喉头猛地涌上一阵浓烈的酸涩，堵得我几乎无法喘息，脸颊已是湿冷一片。直到门外传来了一声王爷万福，我才如梦初醒，想到自己满眼是泪的模样，收拾也来不及了。一着急把头埋进了枕头，感觉到那个高大的身影就站在我身后，鼻子一酸，又忍不住了。身后的人叹了一口气，阿武听话，不要哭了。我没哭。他轻笑一声，你怀中的荞麦枕头都要被你哭发芽了。你再哭，我可就走了。我一听飞快地起身，环住了他的腰腹，脸颊贴着他微凉的脊背。我马上就要去漠北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不值得的。他转过身，捧住了我的脸。因为阿武胆子太小了，若不处置了他们，就算阿武离开了京城，日后想起这群人还是会害怕。无伤不想阿武害怕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脏仿佛被一阵尖锐的疼痛刺穿。魏无伤，我留下来做你的王妃好不好？我可以。话未说完，一根手指轻轻止住了我未说出口的话。阿武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可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妥协，哪怕那个人是我。我摇了摇头。魏无伤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招惹你的。他苦涩一笑，阿武，我是个男人，
那天的事我也并非全然无动于衷，你无需自责。从前我总认为魏琛是个无能之辈，护不住你，如今看来我亦是无能。我伸手捂住了他的嘴，不是的。他握住我的手掌继续，我手中的权势可以封一人之口，摄10人之心，压100人之意。但是世道人心非权势所能扭转，千夫所指，万人侧目，是无形的刀山火海。我不能因为一己私欲，让阿武余生都不得欢颜。泪水终于挣脱束缚，簌簌滚落。他抬手带着薄茧的指腹，极其轻柔地为我拭泪。阿武，别哭，去替我看看漠北的天有多蓝，云有多低，风有多自由。车马林林，碾过朱雀大街，碾过青石板路，也碾碎了最后相守的时光。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，年轻的摄政王送走了他心爱的姑娘。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。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弃捐勿复到，努力加餐饭。弃捐勿复到，努力加餐饭。阿武好样儿的！一声洪亮的喝彩炸开，人群中爆发出更高的声浪。风声掠过耳畔，我唇角飞扬，在空中甩出一个清脆的响鞭。啪！身下那匹黄鬃马四蹄腾空，清洁地越过了那高高悬挂的红绸。好！霎时间，喝彩声如同滚雷般炸响，几乎掀翻了整个马场。我勒住缰绳，骏马扬蹄嘶鸣，扬起下巴，冲着那个熟悉的身影使劲挥了挥手中的马鞭。阿兄无奈地摇头笑着。等我策马走近，他伸手揉了揉我汗湿的发顶。小祖宗，这回尽兴了，能让你阿兄的耳根子清静几天了吧？我不悦地大声控诉，回回找你出来陪我玩都推三阻四，好像陪我跑马是多大苦差事似的。阿兄轻笑出声，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旁边几个正热切望过来的年轻儿郎，促狭道：我哪敢不乐意？喏，瞧瞧那边，多少人想陪我们阿武姑娘跑马都排不上号呢。眼巴巴地瞅了老半天了。阿兄，我又羞又恼，脸上飞起红霞，想也不想就把那团鲜艳的红绸用力朝他怀里掷去。叫你取笑我，下次给未来嫂嫂送信这种美差，你自个儿找别人干去吧。哎呦！阿兄手忙脚乱地接住那团红绸，脸上那点促狭瞬间变成了讨饶，连忙作揖，声音里都带了笑。别，阿兄错了，阿兄真错了。我们家阿武最是侠肝义胆，可千万别撂挑子。说着还作势要来扯我的缰绳，我灵活的一抖手腕躲开，只留下一句看你表现。马鞭轻扬，我再次奔向了辽阔的草原。这里长风烈烈，星空璀璨，姑娘真诚，儿郎豪爽，每一天都很开怀。只是篝火燃尽，喧嚣散场后，我还是会想起那个温柔俊逸的男子。3年前我离开京城后，他就反了。阿兄说魏无伤亲率麾下死士，硬生生撞开了重重宫禁，举兵攻入皇城，在刀光剑影和背叛猜忌中立于金銮殿前，手持先帝密诏，登基为帝。他颁布的第一道旨意就是女护法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震惊了很久，甚至没有注意到阿兄包含深意的眼神。我向往漠北的自由，而他的脊梁承载着万民的期待。宫阙深深，黄沙漫漫，隔开的又岂止是千山万水？唯愿那漠北的长风真能吹散愁绪，亦能将我无尽的思念遥遥送至他身畔。暮色渐浓，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，脚步却在府门前骤然冻结。将军府外是森然如铁桶的玄甲禁军，黑压压的甲胄泛着幽冷的寒光，正中央停着一辆巨大的圣鱼，通体玄黑，非金非木，其上以玄金丝线绣制的牙字纹饰，机遇破壁而出。我呼吸一滞，这样的规制，普天之下唯一人可想。新帝魏无伤。我抬步上前，内心砰砰直跳。玄甲铁骑如潮水般向两侧裂开，为我让出一条通往御前的路。庭院深深，灯火未明，那道颀长挺拔的身影背对着我，负手立于中央。我屈步上前，深深俯首，以最郑重的恭礼跪拜。
臣女薛武，恭请陛下圣安，吾皇万岁。他的脊背微微一僵，缓缓转身，侍从悄然退下，周围安静的落针可闻。我低垂着眼眸，看到一双不染片尘的皂靴出现在我眼前。阿武当真要和我生分至此吗？他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。起身，抬眸，我怔怔地望着他，一切恍如隔世。3年前那袭玄色蟒袍下的身影，意气风发，仿佛能驱散世间所有阴霾。如今龙袍加身，却压不住眉宇间沉积的风霜。我不受控制地抬手，轻抚过他眼角的细纹。无伤已经当了皇帝，怎么还不开心呢？声音轻得像叹息。他猛地将我拥入怀中，力道之大，带着失而复得的惶恐。宽阔的肩膀竟在微微颤抖。良久，他才闷闷地开口：因为我无能，我的小姑娘不愿回家。每一个字都像浸透了苦涩的海水。我心头猛然一绞。他稍稍退开，双手却仍紧紧握着我的肩膀，声音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郑重：阿武，我颁布了女护法，在各州府兴办女学，严令禁止溺杀女婴，还废除妃嫔殉葬制。欺辱妇孺者，无论是街头泼皮还是高门纨绔，官府都不会姑息。日后我还会开女官之制，女子亦可以考学为官，登朝拜相。他的语速越来越快，带着一种急于证明什么的迫切，甚至下意识地用手比划着。阿武，我不知道这样做够不够。你是女子，看得比我真切。你可愿意帮我看看京城的风气是否真的在变，听听那些学堂里的书生、市井间的议论，告诉我还有哪里做得不好，哪里还有疏漏。他的目光紧紧锁着我，小心翼翼地等待着我的回应。魏无伤描绘的那个京城，陌生的让我心颤。这些景象在我离开时如同天方夜谭，一股如利刃剜心般的酸楚在我心间奔涌。无伤，你告诉我，你当年不惜背负千古骂名，也要问鼎至尊之位，是不是为了我？他迎上我的泪眼。是，也不全是。幼时父皇曾不止一次喟叹，说我母妃是他一生所见最明媚鲜活的女子，虽常有惊世骇俗之语，但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。可这深宫，这世道，容不下他的稀奇古怪，日复一日碾磨着他的光芒。最后他日渐沉默，行销鼓励，只在弥留之际苦苦哀求父皇，求他允我做个富贵闲人，一生糊涂，一生平安。我确实如他所愿，直到3年前遇见了你。那日你眼中的沉寂与我母妃如出一辙，烫得我心头发颤。我翻开了母妃尘封多年的札记，才知道她无法诉之于口的悲愤与绝望。说到这里，他猛地攥紧拳头，骨节泛白，眼底翻涌起猩红的戾气，像是一只被唤醒的凶兽。酸腐如生口中的天下，连我爱的人都容不下，这算什么天下？既如此，我便去问鼎宫阙，荡涤乾坤，去开辟一个由我魏无伤说了算的天下。他捧起我的脸：阿武，这个问题我今生只问一遍，你可愿意？看着他眼眸里千钧重负下的赤诚，我轻轻点了点头。3年来积攒的阴郁一扫而空，我和他就这样傻里傻气地对望着。过了许久，他喊了我一声：阿武。哎，我十分殷勤地抬眼。他忍住唇角的笑意，指了指正院的拐角：你阿兄已经探头探脑半个时辰了，你该回屋了。看着这张清冷俊美的脸庞，心里还有一丝不舍，不过也确实没胆子在阿兄的眼皮子底下太放肆。我前脚到西厢房，他后脚就跟来了。我小心地开口：阿兄，后日我想和魏无伤一起回京。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：你不问问我和无伤到底怎么回事吗？他冷嗤一声：刚才在院子里，你和他一个哭一个哄，我又不是瞎子。我脸上升腾起一股热意。他继续道：你这3年都不想一亲，是因为他吧？我点了点头。呵，陛下千里迢迢赶来，大约也舍不得亏待你。罢了，半个月后我也要回京述职，你先行一步也无妨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惊喜万分。
阿兄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啊？他从袖子里抽出一道旨意。诺，你的好陛下刚刚颁布的。今晚我要去趟军营，准备平定匪患，明天天不亮就出发。我心里砰砰直跳，低声说，那我岂不是回京前都见不到阿兄了？他眼眸一眯，捏住了我的后颈，装？你再给我装？我再不走，不光陛下不自在，连你也嫌我没眼力见吧？我的脸已经红透了，但还是凄凄哀哀地开口，阿兄，你若是走了，不太好吧？阿兄白了我一眼后，人家都要以江山为聘娶你为妻了，我赖着干嘛？和你一起嫁过去啊？说完就跨步离开了。夜渐渐深了，门外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。魏无伤扭扭捏捏地走进来，阿武，这封后诏书来之前我就拟好了，你看看可有什么不妥？我也白了他一眼，博古通今的翰林学士都看不出不妥，我还能看出什么来？魏无伤摸摸鼻子，那我先回去了。魏无伤，他脚步猛然一顿，迅速折返到我面前，双眼无比期待地盯着我。我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，脑子也糊涂起来。魏无伤，你说春日欢的余毒3年能清干净吗？他先是一愣，继而喘着粗气压了下来，一边急切地撕扯着我的腰带和兜衣，一边懊恼地赔罪。阿武，抱歉，我实在太无礼了，若是冲撞了你，求你包容我这一次。可他手速快的没让我感受到一丝歉意。我抱住他的膀子，颤声问，院子里守夜的人都支走了吗？魏无伤头都没抬，胡乱答道，无妨，一会儿你叫得小声一点。离别3年，他甚至没能忍到榻上。桌角咯吱一声巨响，我几乎魂飞魄散。他盯着我的嘴看了一会儿，福至心灵，将水红的兜衣揉成一团，捏住我的下巴，狠狠塞了进去。此后他再没有半分顾忌。被堵上嘴后，我发不出半点声音，脸颊被撑得又酸又胀，偏偏整个人被他定在桌案上，动弹不得，只盼他能快点泄了这股火。我失神地看着头顶的雕梁画栋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男人终于发出了心满意足的喟叹。他喘着气，抽走了我嘴里的那抹水红，两腮一松，我气恼地咬住了他的肩膀。魏无伤闷哼一声，手臂穿过我的腿弯，打横抱着我一起滚进了井帐。那天晚上，他一遍又一遍地赔罪，好像要把这3年的思念全部吐露出来。次日，我是被颠醒的，睁开眼才发觉自己竟枕在魏无伤的腿上。我撑起身，推开了马车窗，早春的晨风立时灌了进来，拂得我鬓发飞扬。魏无伤取了条薄毯披在我肩头，又自身后轻轻拥住我，一同望着马车行过青青草野，掠过散落的牛羊，经过牧人的毡帐。天边晨曦初绽，染金群山之巅也映得前路尽辉光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